好了，今天节目快快的开始了。那我坦白讲，昨天节目真的很硬，还有人说我听到一半睡着了。但今天我保证不会那么辛苦。今天的内容很实用，因为今天是这个我们因为3场见面会活动呢，都来参加的一个这个网友，所以他指定的这个题目呢，那显然会很实用。那如果他的立场很简单啊，国家到现在什么东西都跳票，劳健保、少子化，然后这个医护人员、股市、房市什么东西的，你通通没有办法仰赖它，你甚至没有办法确认这一个施政的可信度的时候，你应该要怎么办？你应该要怎么办？那这个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事务所的同学晚安，我是朱学仁，这是内政部的数字啊。去年全台新生儿只剩10.7万人，生育率是0.695，全球最低。国发会主委呢自己承认，过去的推估太乐观了。那这个报告拖到现在，新报告还没出，原来应该8月出了，但现在还没出，不知道是数字太差，还是都已经到这个时候了还没出。现在是8月19了，日子都过一半了。那国家的支票啊，一张一张跳票，所以今天我们把你家会收到的所有的欠账账单、收款，全部摊开来，而且我告诉你要怎么做准备。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台湾俨然已经成为全世界少子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但没有人敢跟你讲，他妈都在提一直发钱，发你发钱，我发钱，他发钱，发。那我们要怎么躲过这样子的危机呢？今天的标题叫做“国家支票跳票前，普通家庭的10年自保清单”，怎么办呢？承诺张张盖印红啊，兑现全凭一阵风，账单迟早敲门到，你家烛火可还通？那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会讲到本田比，会讲到留置作战，会讲到扶老比，会讲到碘化钾，会讲到中联游资。哎，有没有看到今天最新的新闻啊？那个去食药署开会的那个专家吗？当天还跟跑来的这个游资公司一起用餐吃饭了。这个不是吗？贪腐的最开始就是你找一个专家来评审，然后专家说哈哈哈哈哈，我们一起来吃饭，哈哈哈哈，真开心。那你会相信吗？你会相信这一个政府是安全的吗？我们不管。这个 Joshua Zoe 约书亚 Joshua Zoe 说怎么办？凉拌蓝绿白信众不在乎这些，他们在乎是谁吵架吵赢了。我们连这个都不在乎，我们在乎我们能不能活，我们能不能撑下去。所以就要往下走，各位，自保最重要。其他人怎么样？你没有办法跟一群愚蠢人谈话啦。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就从这几天我听到的一个故事开始，它发生在你身边啊，保证是你会遇得到的。来，谢福寿说：“朱大，我爱你，谢谢你在这个情人节的时候说爱我，谢谢你。”谁又被他呛说到了？这个 Kevin 1.618说：“朱大辛苦了，今天可以多带货一起上方舟。”坏掉龙九说：“请支持精密电动起子担任阿鲁巴老朱，并按赞分享加群热推购买商品，也请为老朱助打气，谢谢。”那 C909 还没开始就懂内，我还来不及定目标呢。那今天目标就请大家仔细听，因为它是一个实用的内容，有机会可以帮到各位，好吗？请各位好好的接受。胡文敏说：“最近 YT 都不通知了，干怪我喽，那我没有办法。”来，前几天呢，我们网络叫车，我坐车，我去开会，
那跟司机聊了一路，司机很热情，很积极主动。我觉得这个司机将来可以赚到他想要的钱，因为他是拼了老命做出选择，然后他热爱这个工作。这位先生呢，原本在跟他老婆在东部生活，那做观光区的工作，收入不高，可是自给自足。他自己是这样讲的，他说钱不多，可是日子是自己的。那所以你说这个样子开不开心？我觉得很开心啊。地利与我何有哉？就政府不管怎么样，然后没有观光客也没关系，我 OK， 我过得去，这很好，羡慕他，我也觉得超棒的。那但是有一天呢，一通电话一来，家里长辈中风了。那就这一通电话，不是战争，不是地震，不是股灾，一通电话就改变了他们所有过去的人生。接下来事情呢，像骨牌一样，一张推一张，一张倒了，下一张就会倒。因为长辈住院，长辈需要全职照护，住院看护，钱像水一样流出去。哎，看护收你钱不算多，但您想想看，你一个月就要6到9万呢。原来没有的支出，现在开始往外流。夫妻俩呢，盘点一下手上的现金，撑不到3个月，怎么办？把长辈名下的老房子拿去抵押贷款，两个人辞掉东部的工作，搬回北部，一个去拉保险，一个开网约车，租一间月租很便宜，我都没办法想象，在台北市租12000的房子到底要怎么活啊？那他们全力还债，因为紧急状况发生的时候，家无恒产。就是全部要拿去，他们还拿那个东西借了贷款之后才能够付得起看护。他很一边聊天一边跟我讲这件事情，语气很平静，平静到我坐在后座不知道要怎么接。那怎么接呢？是因为我一直在想，这对夫妻到底做错了什么？没有，他们什么也没错，他既不作奸也不犯科，也没有什么投错票，什么都没有。他没有挥霍，没有投机，没有欠债度日，他们只是没有备援，没有预备金，没有事先了解长照资源，没有把长辈倒下这件事情放进人生的计算里面，而长辈倒下的几率远远高于飞弹落下的几率。而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没有针对剧烈的变化做好准备，所以在听直播的各位啊，家里也有长辈的各位，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晚上你接到那一通电话，你家能撑几个月？3个月、1个月，还是你根本没有算过？大部分人没有算过，不是因为算不出来，是因为不敢算，一算就发现自己走在钢索上了。所以今天这一集啊，是一位观众委托的题目，他问的是市局越来越难了，一般人要怎么安身立命？他列了一连串的清单，少子化、教育、社会对立、食安、财政，看起来是6个题目。我看完的结论是，这是同一张账单的6个栏位。之前曾经，我们有一次在台南聚会的时候，有一个网友也委托了一个题目，但是那个题目呢，我们后来用比较隐晦的方式，教你不要随便公开表态，教你不要随随便便的告诉大家你的政治立场，低调过生活，白天跟你的同事呵呵哈哈，不聊这些，晚上强化你自己的信念，多看书，多看国际新闻，不会变成你讨厌的那些对手。你知道我今天我不是我无意要羞辱青鸟，但是青鸟随便描述一个常态都在羞辱一般人类。今天有一个 threads 上面有一个青鸟说，我告诉你，我以后啊只要征才，我一定会问他到底是什么政治立场，因为蓝白怎么样，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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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大堆。第一个我不管啊，这我看多了，他妈一定是一间小咖啡公司，或是一个小鸡巴这个餐饮店，或是一个妈文青的手作创意什么的。好，他最多能争的也就那1、2个人，然后给的薪水呢，妈32000差不多啦，很高的啦。但是他这样讲，他连自己违反了就业法都不知道啊，因为你不能询问人家的
你不能询问他的体重，你不能询问他的性倾向，但这个我都不管的啦，没有救，那谁管他呀？那所以，我们今天真正的整集直播的内容讲的是公共承诺，这个政府承诺你要稳定施政，承诺你要注重财政纪律，但是它正在系统性违约，而清算的日期会在未来10年之内，会在未来10年之内，所以你一定得要做好准备，而且就算未来的1届总统、2届总统，不管他谁，他妈都在收烂摊子，他只有越搞越烂，或者是勉强停损，他不会把这个状况修复的，修不了了。所以我们得要自己做好准备。你看开威 Q499 说，前阵子在金门的外婆跌倒之后，就有点生活不能自理了，临时在那边请到个看护哦，一天要2400，2400还好啊。你想想看，他要把你外婆扛上扛下，他要做菜，要吃饭，要带他出去跑来跑去，2400都算少了。可是1个月30天，2400是多少？每天2400是72000的，比大部分人薪水都要多那 Oh my God， 你吓到我说我们这边看护1天3600，对啊，北部大概都是这个钱。那你有做好准备吗？你有随时做好准备？不可能。而且我告诉你，系统性违约有多严重。劳保、健保跟你约好的给付哦，我跟你讲，我现在劳健保我都交，应该吧？我若没记错的话，但是我真的不觉得，等我时间到了退休的时候，国家会给我那个钱，没有办法，一定破产，铁定破产，没有任何，你以为他是沈万三有聚宝盆吗？以这个数字来看，就是破产。而现在我记得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陈林官天天都在讲劳健保破产，今嘛嘞，现在不讲了，不是他不破产了，是这个政府不能得罪你，只要吃媒体饭，你就不能得罪他，你只能说好胖胖，中国淹水。中国牛来播放太可恶，让人生气。习近平又逃亡，天天听这种烂新闻，又开枪又逃亡又政权不稳，我都不知道。这民视出的新闻呢，说什么习近平又逃亡？我想，好拜托你，不要降低自己的智商。你受过教育。不要跟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一般见识。来，所以长照跟你约好的照护量能，教育跟你约好的下一代竞争力，食安跟你约好的上架的东西可以吃，这些都是支票，都胡说八道，都是开票人，都是国家。而我们今天要一张一张看，你原来以为自己可以相信国家。但现在你不行了，哪几张开出来的支票已经付不出来了，然后我们不要掉眼泪，掉眼泪没有用，我们要做其他人来不及做的事情，我们建立 backup， 我们建立备援。各位，你开始算自家的存款，干我不知道你今天这个内容，我之前下午的时候我在那边想，我现在 AI 已经很强了，我要不要用这一集？推出一个试算程式，就是你家如果遭遇变故，或者劳健保破产，或者是股市破产，或者房市破产的时候，你家要准备多少钱才能够撑过半年到1年？我可以帮你写一个计算程式啊，没什么困难啊，我现在几十分钟就搞定了。如果你觉得你会需要这种试算程式的话，按个1跟我讲一下。陈爱说：“习近平，我也是看了民视，我才知道有人开枪，然后晚上逃走了。对呀，你他妈这个东西真是烂到智障啊！妈干青鸟不会觉得习近平每次都逃走，他已经变成马拉松冠军了吗？”但那什么说，我也看牛奶哦。我是建议你看人家的感想就好了，你不要自己去看嘛。我没有
要骂牛奶或什么东西。人生在世 ，everybody got his 15 minutes， 每个人都有15分钟成名的机会，你有，我也有，所有人都有。那问题是你要把握这个机会啊！你看叶玲说的没错，叶玲说永远记得接到我爸中风那通电话的一刻，是我生命中最想往下跳的时刻。看不到未来一堆账单需要付款，亲戚朋友追着我问状况，对，而且那种关心的电话很恐怖，操妈没办法回答，我都不知道了，你问我怎么办？那只会让我越来越慌，越来越慌啊！所以 Kevin 1.618说 ，Cloud 给充分资料应该就可以算出来。不是啦，我要写一个程式，让你自己输入了之后，然后你就下载那个程式到你自己端口去跑就好了，不然你妈输入在我这边，我还知道你家的收入背景，跟你要更多斗内吗？所以我们要建备援，先别急。今天的重点不是吓你，是一个短短的直播，给你一份清单，10张自保的卡片，每一张都写清楚你现在就能做什么，不要做什么，代价是什么。国家不会替你备份，我们现在不能再相信这个政治体制啊！你相信就是你白痴。之前跟你讲说发1万是中共渗透会拖垮财政，现在跟你讲说，我自己要发1万呐，赶快来支援我，拥抱我，哈哈哈！你看那个市招会多可怜，之前舔当局、舔政府、骂蓝白，现在怎么办？所有人都去敲碗呢？那他怎么办？我告诉你，市招会应该要学会3个字，叫做不要脸就好。什么时候你跟这些人讲道理说得过去呢？当然没有啊。那如果没有的话，那就不要多讲了，好不好？不要脸胜过一切，就这样子，就这样子。唉，所以国家不会替你备份的时候，你就要自己备份呐，就这么简单。请你好好的替自己想。那我听到的这个网约车司机呢，我希望他们一家人都平安顺利发财，然后继续的走下去。来，但问题是什么？我们来看数字啊，第一张支票，也就是最大的一张，人。一个国家如果连人都没有了，而且不开放移民，人是单向的移出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国家能够撑多久？H15586说要吃合法饭就要不要脸，你讲错了，要当合法乞丐就要不要脸。这个才是正确的话。你要有尊严，你要有智商，你就要不了饭，好不好？你就要不了饭。来，我们现在开始看数字哦。2025年全台湾新生儿107812人，前一年是134856人，一年之间，一个国家少掉27000个婴儿，年减20%。干，这已经是有外星人来挖人了，年减20%，所以乙是那个产房的护理师，他就讲今天有勇者来了，为什么？因为他敢投胎到台湾来，真的很勇敢。总生育率是多少？0.695。2.1这个国家才能生存，结果我们只有0.695，什么概念？一个女性一辈子平均生不到0.7个小孩，全球最低，比韩国还低。我们以前笑韩国人不生，现在韩国也可以笑回来，全世界都可以笑我们。然后嘞，国发会依法每2年要更新一次人口推估，最新的报告说好8月发布，到今天8月19号还没出来。国发会主委叶俊显在立法院自己承认，一个字一个字讲的，
过去的人口推估报告太乐观，媒体先跑出来的数字是新模型要首次采用超低生育率情境，照0.65推算，台湾人口跌破1200万的时间点，从2070年会提前到2065年。国发会的回应是什么？媒体报道非本会正式资讯，请稍安勿躁。在听直播的各位，记住事务所的老规矩啦。当官方叫你稍安勿躁的时候，就是你该开始躁的时候了。因为如果数字没那么难看，正式报告早就出来辟谣了。报告迟到本身就是答案。为什么0.695是所有政府跳票里面最大的一张？因为它是分母。你的人力、你的人才、你吃饭的、领补助的、上学的人，是一切的分母。劳保是什么？现在工作的人缴钱，跟退休的人领。健保是什么？是健康的人缴钱，跟生病的人用。长照是什么？是年轻的手扶年老的身体。这3个系统有一个共同前提：下面缴钱的人比上面领钱的人多。而现在台湾的分母啊，正在用每年20%的速度蒸发，靠北还能更大，20%，过不了多久我们就没有新生儿了啊！而且，当然我没有说对岸状况非常好，我这几天看了一个抖音，看我都快笑死，因为那个是真实状况，不是脚本哦，不是拿东西来糊弄你，不是骗人的。那什么东西呢？他说有一个大爷，其实就20几岁，有个年轻人去爬山，摔倒了，脚肿起来，结果他遇到3个真正的大爷，都是60几岁、70几岁，然后说：“小伙子啊，要不要我来帮忙？”结果那3个大爷其中一个就把那个小伙子背起来，扛在背上，这样咚咚咚咚咚咚走下山。然后小伙子就很不好意思，说：“哎，大爷啊，你看60几岁的大爷背20几岁的小伙，你体力就输人了，你还有意思讲吗？”然后他就说：“哎呀，各位，这个不然我回去请你们吃个饭吧。”结果那些大爷说：“不用，我们回去刚创业，我们做 AICG， 我们做 AI 动画的，所以我们3个人等一下还要去开会，不用了。”然后小伙子就说：“哎呀，那这样子吧，我现在走路也不方便，我叫个车，我把你们一起送回去好不好？”那个大爷说：“不用，我们自己开车来啊。”那个镜头一带到停车场都是名车，所以现在的状况其实很简单呐。现在的状况其实很简单，就是真的老背少的啦，老人家背你天经地义，理所当然，所以你就不要多讲了。这个是各地都有，只是台湾特别严重。那我讲白一点，媒体披露的新模型推算，到2070年，45岁到64岁的中高龄劳工会占劳动力60%以上。他们以前被叫中老年人呢，现在变成60%以上的劳工，而且这还要推估年轻人不会死嘞。一个工作年龄的人口抚养1名以上老人的时间点，会比原本预估的提前报到。翻成白话，现在是好几个年轻人凑钱养一个老人家，以后是一个中年人自己扛一个中老年人那种中登老登哦。佩佩说这什么鬼故事？干还真的，我还有看那个影片，因为年轻人他本来以为自己要骂呵，我要神威呵，我要去爬山，结果被3个70岁老人背下山救了。哇靠妈，受不了啊！所以，你的劳保给付试算表上面印的那个数字呢，
前提是这个系统活到你退休，这个前提是全台湾最大的一张芭乐票。我跟你讲，你如果能够赶快退休，赶快拿到就算了，不然一定跳票。妈，这个政府一定要找一个瞎鸡巴理由把它弄到继续撑下去。2070年是国家只剩一半的人呢，好遥远呢！干你老师嘞！现在他妈数学是狗教的，是不是？国家那时候剩1200万人啊，你觉得好遥远？那什么时候剩2000万人呢？什么时候剩不到2000万人呢？来，第二张支票是食安，食安是什么？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验出1级致癌物苯醛比超标4倍，7批问题油8478.88公吨，流进1322家下游业者，回收率多少？3成，剩下7成啊，吃掉了啊，不然呢？更精彩是处理过程啊，卫福部端出一个标准加工评比，问题油含量不到20%，可以不用下架。这个标准哪里来的？说是专家会议，结果会议记录被立法院逼出来一看，与会专家自己出来讲，根本没有做成任何共识决议。标准是谁定的？审计部的回函证实是主管机关参考专家建议之后拍板。这个专家当天还跟中联油的人在吃饭的，参叙哦，当天哦，开不开心？他简直应该要叫所有的产品都不要下架。来，在听直播，今天中午才吃过炸物的各位，我没有要引起你恐慌，我要你看清楚一件事情：食安支票的票面上写着上架的东西是安全的，但兑现这张支票需要稽查量能，而稽查量能跟人口一样是有分母的。稽查员的人数、实验室的检验排程、追踪下游1300多家业者的行政人力，每一项都在跟预算跟人力短缺赛跑。回收率3成呢，不是官员特别坏，是系统只跑得动3成。而且现在谁要当公务员？操妈！你当了公务员，你不能用高德地图，你不能看抖音，你连 TikTok 也不能看。美国现在都可以啊，性病都没有，就台湾还有。你也不能用小红书，你他妈是次等公民欸！而且各种各样政府的白烂政策要给你去执行，你说北不北蓝？北不北蓝？你看 ZK 在查到的新闻，就新闻啊，今天多刺激！食安专家朱艳华在7月4号食安专家会议前，曾受中联油资邀请进场查核，并与中联高层参叙同车北上参加会议，会中又提出20%的下架门槛。朱艳华很有职业道德啊，吃人嘴软，拿人手软，但问题是我们的胃就软了。所以你觉得就算执行也执行不了啦，这个政府已经坏光光了啦，而且政府坏，我们的立委也跟着无脑，我们的在野党也跟着无脑，全部一锅端。大概全台湾最聪明有脑袋的人都在本台听直播了，其他人不知道在干嘛，其他人要么在崇拜这个赖校长，要么在崇拜韩院长。多开心！来，第3章还有什么？能源跟财政。这张事务所以前算过，我们以前讲过核能的问题嘛。今天只提账面，非核路线的静态负债是1兆8773亿，加上每年约3000亿的碳费跟外购成本，这张账单不会出现在你的信箱，它会出现在你的电费单，你买的每一样商品的物流成本里面。开票人签名的时候很豪爽。付款是你呀，你付款吗？把3张支票叠在一起看，你会发现同一个结构。承诺的时候不用付钱，没问题，我明年就发1万块新台币给你。等到兑现的时候付不出钱呢，
然后把跳票日期往后推，推给一个人数只剩一半的世代。这章的结论很简单也很难听不要再问政府会不会处理了，政府不是不想处理，是处理的分母不够了。你唯一能控制的是自己家的资产负债表。下一章我给你4把尺，让你自己验每一张新开出来的支票。而且我告诉你，我们国家最聪明的人可能去贪污，跟在玩 Threads。你知道今天网友分享一个陈水扁的 Threads， 他在 Threads 上面贴文，然后有网友说：“我现在越来越敬佩阿扁我之前对你有成见，现在我发现我错了，原来只有你是人间清醒。”阿扁说：“那没问题，我们到时候再办见面会，然后我们在这个外面光天化日之下，我们拍照见面。但是各位千万不要把这个活动简称作照见民哦。”我现在听到这个字很敏感，看了不了不起，我们连贪污犯都这么吟诗作对加西郎哦。来，我念一下斗内这个 Sylvia Chang 说到了，谢福寿说朱大我爱你，然后 Hai Long Chang 说收到数起蜜的开心但我们红蛋比蜜卖完了，所以今年就吃不到了，等明年吧。来，然后 Kevin 618说按赞订阅支持七夕情侣必备使用超强行动电源充饱各种交流道具。你知道那个酷泰科的那个电池，这个25000毫安培，我还珍惜着没有打开来，可以拿来充那个外骨骼就是装在下半身，然后你爬山，据说可以去爬泰山都没有问题，你爬山跑步都 OK， 很赞的，左右各一颗，让你爬上泰山再下山，很赞，请各位赶快下定，那个是好东西啦。咦，到了。新一区猫头鹰说：“谢谢朱大讨论这么切身的专题，但还没有听多少就觉得活在台湾很没希望。你的确没希望你不是觉得好不好？我觉得自己相对幸运，在不错的外商公司上班，但这几年年年组织重整 ，AKA 裁员。妈干，在台湾赚不到钱之前不是还有什么 Roxy 是不是一个运动品牌要撤柜？我想说你在台湾赚不了钱，当然撤柜Mizuno 以前不是在复兴跟长春路吗？还是八德路那个交叉口有一家超大的店也倒了为什么倒？生意撑不住那你觉得台湾现在很有希望吗？那你一定有病麻烦你跟我分享一下那个平行世界，我赶快告诉你还来得及。Violet 说：“照顾好自己比什么都强。”对，没错，请各位好好照顾自己。曹真说：“朱大怎么看这几天美股、韩股、日股连着崩了几天，是要回调了吗？”我觉得没有这么快，但是这是一个基本上阶段性调整。那可能你真的要回调，是要到年底跟明年初了，所以不要急，不要害怕，好不好？不要害怕。BBD 说：“为什么之前我打阿扁女性结扎会被 YouTube 过滤掉？我怎么知道？而且你为什么对她结扎有兴趣呢？”谢谢苏生泰还有 Gas 在 TikTok 的抖内。松江路，不是松江路吧？看一级主要技术是那应该是米珠弄吧？我前一阵子去附近吃饭的时候，我才经过机器人来了，朱大，我微信刚给你抖了99.99元，微信给你留言了，来，我们现场刚好在直播中段，那看看有什么。好啊，来，等一下，我看看要怎么。办。等一下，这个要怎么？
好，我知道，我再加你，好，没问题啊。就是我可以加你微信，然后再讨论看看 B 站现在怎么样。但是我一时之间联系室友，哎呀，烦死了！我看看到时候再怎么跟你弄，那个按起来不太方便，我再给你。什么？月半三说好大胆子，今天敢预测股市崩盘时间，股市重整时间，我没有说要崩盘，我没有说要崩盘。所以呀、我们接下来要给你一个评断的标准，好不好？这个台湾现在既然已经是2025年全球最低0.695，你就知道这个状况撑不住了啦！妈，再怎么胡乱，你送5万元我都撑不住啊！来，所以我们要给你4个关键，好吗？人口减半的时间点，我跟你讲，一定还会再往前提。后年你再拿到这个资料，你就知道了，台湾一定错赛啊！来，我们接下来讲，你可能会问哦，朱大，支票这么多，我又不是精算师，难道我能每一张都要等你开直播才能验吗？不用，这一张我把工具直接给你。4把尺，以后任何新闻、任何政策、任何专家说法，你自己拿尺量。第一把尺，你先看这谁买单。任何政策宣布的时候，只会告诉你谁受益，不会告诉你谁付钱。你的工作就是把那一行看不见的小字找出来。补贴钱从税收来，税收从你来，要给大家每个1万块，就是要给那些比你没有钱的人，从你税收抽出来的1万块给他。冻涨，成本没有消失哦，中油的价格冻涨，电费冻涨，它变成国营事业的亏损，亏损变成增资，增资又从预算来，预算又是从你来。记住一句话，这个宇宙没有免费的午餐呐、只有账单还没寄到的午餐。第二把尺，分母是谁？任何百分比没有分母就是魔术。回收率提升5成，从2成提升到3成，也是提升5成啊！讲起来多好听，多数民众支持，多数是问卷里面的1000个人，还是全台湾2300万个人看到百分比，先问分母。同一则新闻里面分母偷偷换过，直接整篇丢掉，淡掉啦，不要再看了，浪费你时间。第三把尺，时间差多长？政策的甜头在今天，账单在10年后，这种结构叫做跨期转嫁。判断一个承诺会不会跳票，就看承诺人任期跟兑现日期有没有重叠。任期4年，支票开30年。在听直播的各位，你觉得他签名时候手会抖？他才不会抖，他下一届照样选得上，好吗？第4把尺，这个政策可不可以被推翻？科学跟话术的差别只有一个，科学愿意告诉你什么状况下我就错了。一个预测如果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能自圆其说，经济好是政绩，经济差是国际因素，它不是分析，是信仰。事务所自己的预测都附实现、附信心水准、附可证伪条件，我们敢是因为科学终将胜利，不敢的人自己心里有数啦。我之前预测蔡英文要复出，我都告诉你有几个条件，你可以检查。为什么？因为我敢啊！我做这个预测，我又不是为了赚钱，又不是为了骗你卖课程，没有。来，尺给你了，我现场示范2题。第一题嘞，
历史，有人说历史是过去的事，错，历史是现在进行式的改写工程。同一个事件5年前的报道、当年的公文、立法院的公报都还在，但叙事可以慢慢换。怎么防？3个字：留原件啊。之前是陈时中该跟你道歉，现在变成陈时中要向你要道歉。那怎么办？留原件，幸好现在有 AI， 你网页用时间戳工具档存快照，公文找原始档号，公报找会议日期。当有人跟你说当年不是这样的时候，你不用吵，你开存档，改写历史的成本很低，但戳破改写的成本更低。前提是你当年有存。这件事我们之后会用一整集处理，今天先把工具放进你口袋。第二题。跟每个人身体有关，免疫力。那位委托这一集的观众也好，你家的长辈也好，一定都被推销过增强免疫力的东西。我现在拿第4把尺量给你看，免疫力在免疫学上不是一个可以往上调的旋钮啦。你不要看你们有一些鸡巴毛在那边瞎讲增强免疫力什么的，不是，它只是让你身体的运作更滑顺，但免疫力是要自己往上涨的。它是一套平衡系统，你免疫力太弱，你他妈3天2头感冒；免疫力太强，你会过敏，因为那个免疫能力会攻击你的吸进来的蛋白或吸进来的微粒，会自体免疫效应过强。所以任何产品跟你说增强免疫力，第一个问题就是增强到哪里，增强多少，怎么量测，答不出来的不是科学，是行销。那有没有真的有证据的？有，我念给你听，你会失望。来，照着做，你免疫力一定增强。睡眠充足，疫苗接种，营养不缺乏，戒烟少喝酒。干林嘉欣光是最后2条就简直负分负到100分了，难怪耳朵长包皮一直好不了。不，更正，耳朵的包皮破洞一直破不了。何文龙说什么？你不要嘴炮，你有产生小孩，刮别人胡子自己干你娘嘞！我生2个小孩，怎么样？我他妈至少没有对不起台湾的生育率。干，你生几个啊？你生超过5个以上，你再跟我讲好不好？回家去读书啦！妈的，笑死！我都会觉得，现在还有人说你当过兵吗？不好意思，我当过固安计划作战计划，我有写哦，我是首都卫戍旅哦。你觉得这些人打仗能不能打？你当我不知道吗？我们当年还有处理很多吗？装疯装傻装病，笑死人！来，想办法充足睡眠。我建议至少7小时，不行，有一些东西可以帮助睡眠就好了，可以想办法。生4个。妈，你如果这种等级的话，你4个小孩有没有受到足够多的教育呀？生而不教，生而不育啊！告诉我，你4个儿子怎么样？都读哈佛，是不是？笑死人！那我光看就知道什么叫做低阶的拼命生，高阶的不敢生。你养一个小孩跟我养一个小孩是同样的价钱吗？就西郎海军陆战队呢，所以呢？你他妈可以肉身挡火箭，是不是？笑死人！我是首都卫戍旅呀，妈，中华民国总统府会不会打下来？是靠我们的核防直管防御计划。你海军陆战队有个屁用？就做梦！我跟你讲，就是低端人士现在觉得，我以前是海军陆战队，郭正亮也是海军陆战队呀，你觉得他现在能打吗？好了，回去家里打手枪。不要来我这边吹什么鸡巴毛，4个，以你的等级，你养能够养多好？小孩要富养啊，你懂不懂？哎，随便，妈回家去打手枪，来，这种幻想中的生4个的海军陆战队，你有时间在这边一直打字，你怎么不去龙亨呢？你怎么不去金砖呢？你他妈在一个肥宅的直播间，在那边吹自己不啾。记得哦，叫你小孩多吃毒油，多吃起云剂，因为以你买到的东西是逃不掉的，好不好？来，所以我们讲，你要睡眠充足，你要疫苗接种，你要营养不缺乏，戒烟少喝酒，就这样没了。
来，你要吃保健食品，我不反对啦。但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证据等级越高的东西越便宜，甚至免费。要你掏大钱的证据等级一路往下掉，很多就是 placebo 啦，就是一个安慰剂啊。这不是巧合，这是商业模式啊！商人卖的不是免疫的解药，是焦虑的解药。焦虑的解药永远比较贵，因为焦虑没有上限。最后补一个实战心，四把尺不是要你变成不相信任何事的酸民，酸民跟信徒一样懒，一个全信一个全不信都不用用了。尺的用法是分级，量得过4把的当知识收下，量得过2、3把的当线索追踪，1把都量不过的当杂讯删除。在听直播，家族群组每天被长辈图轰炸的各位，下次别急着吵，把第2把尺丢回去就好。这个数字的分母是什么？你甚至可以用 AI 算给他，一句话，群组安静半天。科学终将胜利啊！胜利的第一步是问对问题啦。这一章的结论是什么？尺不用钱，骗局很贵。从今天起，每一则新闻进你眼睛之前，先过4把尺，量不过的，你连生气的力气都不用花。所以，请各位好好照顾自己，吃饱喝足睡饱，戒烟限酒。不要说完全不喝酒，但是限酒。林嘉欣现在没有上来，可能又喝醉了。所以啊，9MC 说7小时很难。至亲去年病逝，有一阵子我一直喝酒灌醉自己睡着，后来才爬出来一些。我跟你讲，其实有那个茶氨酸什么东西可以让你的神经不会那么兴奋，但是我们不是推荐保健食品，我就不说了。你可以去查一下，那个就是补充让你的神经不会过度兴奋。你不会一躺下去，你们交感神经在那边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放电，有办法有帮助。我没有卖健康补充品，现在没卖，所以提供给你一个方法，是真有帮助，不用吃到褪黑激素。不，褪黑激素太激烈了，不要一开始就弄。而且褪黑激素你直接在网上购买，在台湾不能进来哦。来讲完验证工具，来讲2个大家最关心也最容易被花术淹没的市场啊，房市跟股市。房市跟股市，为什么？因为很危险。而且有一个上日，好了，你看我现在已经学会了这个，已经马上传讯给刚刚那位住广东的网友了。但是台湾人好像在微信上面要互加有点困难，请你自己看内容，看看有没有成功，好不好？哦，magnesium 镁也有助眠效果，但这个讲进去太复杂，我继续往下讲。来，房市跟股市。先讲清楚游戏规则，我们不点名也不分析任何台湾个股。今天讲的是结构，股牌是怎么排的时候，倒下来的时候力量会怎么传。这个嘎嘎咪咪口说，感觉民进党对少子化无感，只想选举，只想压死反对2党。你要想很远才能担心到少子化。你对现在民进党，你觉得他有能力吗？他光自己活，每天在那边做假新闻，说习近平又被开枪，习近平又逃亡，都已经没空了。
你怎么会觉得他会关切少子化？少子化办公室都开了，蔡英文的任期加上赖清德的任期，除了烧钱，除了大家分钱之外，少子化越来越严重，是专门研究如何加强少子化，是不是？Kevin 1.618说，很多教室都空了，社区学校很多都在看长青才艺班教室，教室未来要买，可能要请婴儿潮长辈带看护一起去，一次2个人。社区教室补足大学学历，才有可能让教室不再养蚊子。坦白讲，我现在看很多人在卖 AI 课程，我都觉得靠这个东西到底怎么能够花钱买啊？算了，我不要挡人的财路。有人愿意开，有人愿意买就好了。谢谢抖音这边的 Gas 跟 Hate 又回来了，感觉我今天难得没有违规，而且我一直有在互动，谢谢大家。那马克也来按了一个赞，好。什么？只有韩国瑜在乎少子化？韩国瑜家也只有生3个吧？我看到那个 AI 课这样也能卖，我真心觉得我想要去上看然后我就把整个系统拷贝走，强10倍，只收1/10的钱。来，房市的骨牌链是3张牌，第一张牌呢是人口。房价的终极分母是未来有多少人要住啊？你一直炒，一直叫投资客弄，没有办法嘛。0.695这个数字啊，20年后就是购屋主力人口直接砍半，这不是预测，是算数啊。2025年出生的小孩，2050年就是25岁，一个都不会多，中间还会死很多如果长期跟他吸什么僵尸烟弹，或者长期被人家酒驾撞死，你到时候生的人还会少短期房价看资金看政策，长期房价看人口，而人口这张牌已经倒了，只是传导需要时间。TLTW 说，2025年烟捐只有22.8%用于医疗品质跟长照社福，16.7%提升预防医学品质，补助医疗资源缺乏地区偏乡医疗办理生产事故救济，其余比例经调整后拨入长期照顾服务准备、长照基金及私烟查气等项目。我不是不能开课，我是上课专家，我很厉害的我以前在学校教课的时候，我的职称是副教授你不要，我跟你讲，之前还有网友在那边笑我，他说：“妈，大家都以为你是名嘴，忘了你以前有翻译小说。”我说：“我不是有翻译小说，我还全台湾加上对岸到处演讲，我演讲了几百场你现在台面上台湾跑去上那些什么行销课程、什么 AI 课程的，每一个人的实际实战经验不到我1/10啊！万一我搞错，老子现在大隐隐于市，不代表我过去没做过，不代表我过去没有那个能力，好吗？那而且我还是要讲，台湾现在是真的贫富差距很大。我有一个朋友，前阵子我去拜访他，然后他叫我到一个地方去，妈，我从来也不知道那个地方是哪里。那个门，它大门，它是一个可以住的住办大楼啊，妈，然后他推那个门推不动，打不开，妈干，大概有几吨重。结果里面的那个警卫冲出来说：“你干嘛？”我说：“我想要开门。”他说：“没有，我们帮你打开。”然后在监视器看到，然后门推开之后，我想说：“看这个门有几吨重啊？”然后我进去跟他讲说：“这个地方我从来没听过，我也没来过，这怎么搞啊？”他说：“这整栋都是他的。”哦，好，但我只是没有想过，我只是没有想过我们现在贫富差距这么大。看，好，来，我继续往下讲。房价的终极分母是为了有多少人要住啊？没有人要住就没有办法
短期房价看资金看政策，长期房价看人口，人口这张牌已经倒了，只是传导需要时间呐。第二张牌是利率跟信用，房价撑在高档，靠的是低利率跟宽松这个信用，利率一动，月付金就动，信用管制一紧，接手的买方就消失。你的房子值多少钱，不是你说了算，是下一个买家借不借得到钱说了算。你下一个买家借不到钱，你他妈根本卖不出去，那个东西就卡在你手上。对啊，我那时候想到宙迪克，你知道，干那个门妈有3公尺高啊，2个大的铜门，看根本推不动。我想说，是不是要测试我的念？干宙迪克家族嘞。好，这个，所以你现在懂了吧？如果利率拉高了，你下一个要买你房子的人贷不到款，那就没有了。McKinsey 说上 AI 课程是为了拿能做自动化的 prompt， 妈干 prompt 叫 AI 写就好了啊！我现在都只下指令，叫把 prompt 贴给我，然后我直接贴去别的地方。而且我现在的问题已经变成，我对 AI 已经摸得很熟，我不知道还能叫 AI 做什么了。就是一家公司，我没问题，我可以引入所有 AI 的自动化的产业链，我整条都摸过了。可那还有什么？你上厕所也要自己尿吧？那能用 AI 怎么样呢？我不知道啊。所以我现在的问题，有的时候我自己都想要去上课，我想要看看你们在吹什么，我想要看看你们讲什么工作流，什么东西呀、干整套都是这样做啊。我呢已经把我的工作流缩到最短最小了。你看我今天做这个直播，我一个人顶快20个人的工作，我出字幕，我出翻译，然后我做图，我做动画，我收集题目，我找不到吗？别的东西可以做了，干叫 AI 半夜4点煮牛肉面，你等等，你叫 AI 煮牛肉面，怕你吃不了啊！你别忘了，人家九妹叫他马子来煮牛肉面，不是真的要煮牛肉面啊，是你煮牛肉面，你要下面给他吃啊，好不好？哎，Eason TW 说，昨天我才用 Grok 一键制造 APP，我现在都没有要制造 App，因为 Grok 在上一代的时候超烂，妈一整个东西让我在那边绕回圈，我花了一整个上午写出一个垃圾来，对嘛？所以我现在的问题，就像陈 Allen 讲的，我现在想不出来什么东西还能 AI 自动化，想不出来啊。所以我现在的问题，我当然知道 AI 会做 App，AI 我自己都可以写 Python，我自己都可以写那个 Batch 档，把所有 Python 整理在一起。可是那还剩什么呢？Vivi 说，我很庆幸，当我父亲中风倒下时，我很年轻，还不懂得生活有多难，忙着考试，没空慌。幸好啦，幸好。什么东西？我去上课，老师会发抖。干，我现在已经到了路上有那个国际特色组织会发我传单的地步了，没有人知道我是谁了。我觉得现在应该不会，大家不会认识我。所以我现在问题就是想不出来了，不知道要干嘛了。McKinsey 说：“你难道有在用人资系统吗？你需要寄发 offer、跟新人训练手册、跟算薪资吗？这个 AI 全部都搞定了，而且重点是我没有啊，我没有要这个东西呀、而且好，你说本公司现在剩下什么？剩我拿了一大堆发票，我要报账，那这个要怎么样？还是说我应该问一下我公司的公主任，要不要我帮他写一份可以报账的自动档案，或者是连那个拍照，然后让他可以直接输入用那个东西来报账？所以 McKinsey 说，那你去外面上班，现在没有公司敢用我啦。妈鸡歪嘞，叫我去外面上班。
Eason TW 说，我用 AI 自动盯盘，这是好主意。我也可以用 AI 自动盯新闻，可是它 aggregate 回来之后，我找不到时间去用它。就是现在的问题已经是资讯爆炸，我没有资讯的这个过滤、统合、整理再整理。顺带一提，我这个礼拜的 Fable， 妈又用完了，明天还是后天啊？8月20号是哪一天？8月20号是明天才会重置今天星期三呢，我要每个星期四上午才会重置。而我的 Fable 积分跟我的 Cloud 已经买到乘20了，还能再多吗？干没办法呀！我现在都一律要求一键安装。问 AI 还能做什么？有我在设法跟他讨论，可以啊，没有不能写的，但我现在联络不上我的报账工读生，怎么办？挥劝说放心，路上遇到你会跟你打招呼。那我就去便利商店啊，干我渗透进便利商店，搞清楚如何在乞丐时光吃饱饱。好，等等的话想回来了。第3张牌讲房市的关键是流动性。房子跟股票最大的差别是，股票崩盘，你3秒钟可以割肉，你就赶快卖啊。房子崩盘，你挂半年没有人来看房产在危机里不是资产，是不动产，重点在不动2个字，不动哦。然后这3张牌一起倒了，会推倒第4张银行。台湾银行体系的放款有相当比重压在不动产相关。我想到了，我可以开发算命的免费 App， 就是让你输入出生年月日，然后让你结合了这个 MBTI 跟你的星座什么东西，帮你算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这可以写啊。Dylan Hamilton 说 ，AI 真正的功能是透过多轮对话启发你的思维，刺激创意，使新的模糊想法固定下来，成为明确的框架。所有事情都可以这样过一遍。有你讲的我知道，可是我现在的问题是，我每天处理太多这样子的新点子，导致我想不到新点子啊，我想不到新点子啊，所以这个变成某种程度的开始的枯竭。而且我之前用 AI 写的，之前不是说我北监的那个专栏，我后来用 AI 整理，然后写成一本书嘛。我今天终于写完了，137篇，1400页，100万字。干，各位，你们当初答应说要买的，你现在不要逃哦。100万字哦，1400页，最简单也要做3册。我现在已经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去问出版社了。那还有那个紫微斗数命盘加星座加算命解盘，我觉得这写出来，只是我写出来之后也没有用啊。100万字，我不是开玩笑的，妈，我写完之后，我说妈，帮我算一下多少字100万字。难怪今天看起来这么开心，不是啦，那个页数太多了啊，鸡巴要怎么卖啊？我现在光担心，假设我不拿出去卖，我不铺货，我就自己在网络上卖，他妈一印出来是900册，我自己印300套是900册，妈办公室放不下呀。你不要看我很好睡，那个书掉下来会把你牙齿砸掉。推荐罗志强出版社，我跟你讲，以我这个等级，我自己开出版社，把我的公司多申请一项出版业务，搞不好有，我自己吃那个业务也都可以啊。
可以做有声书或电子书，没有不行，但是100万字，你觉得你要听多久嘞？啊，不行呐，要有实体书才开心呐。那个黄仁勋每天都读最新的学术论文，永远不缺创意，共勉之。我也想，但是我每天早上做完运动之后，就直接想死了。好，等等，我继续往下讲。前面3张牌，人口、利率跟信用流动性会推导第4张，银行。台湾银行体系的放款有相当的比重压在不动产相关，房价修正、担保比缩水、银行紧缩、授信紧缩再压房价，这个循环一旦启动，不会问你站在哪里，也不会等你把房子挂出来哦。有同学会说：“哎，朱大，政府不会让房价跌啦，太多人身家压在上面。”对，这句话说出了真相的一半。政府确实有1万个理由护盘了，但另一个是。日本政府在1990年也有1万个理由啊，它的泡沫经济时期护盘房价护到了吗？护到了吗？护盘能对抗政策失误，能对抗资金退潮，唯独对抗不了人口，因为买房的人是生出来的，不是印出来的。政府能把跳票日期往后推，推不到跳票本身，这就是为什么你的策略不该是赌它不跌，而是确保它跌的时候你还站着。所以，请你自己小心，好吗？那如果要小心的话，我们要怎么说呢？我们要说的就是，你想想看，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唉。所以你的策略不该是赌它不跌，而是确保它跌的时候你还站着。所以为什么我一直都租房？虽然很多人反对，很多人都觉得应该要买房，但是我觉得一个迟早要跌的东西，你现在把它拿在手上，除非你要拿来住，否则真的永远赚不了。那股市那边，我只讲一件事情，叫集中度。这个跟整个台湾遇到的状况是一样的。在听直播股票账户里面某一档持股超过1半的各位，你持股超过1半哦，那一档是任何股票都不行，即使是护国神山也一样。你要知道你的资产配置是这样子的话，你买的不是股票，是信仰。信仰本身有可能会失望。那股市本来是一个风险分摊的东西，那你的单一净值超过家庭净值的1半呢？你的人生就跟他绑定了。他打喷嚏，你住院，就这样，请你不要多想。他打喷嚏，你住院哦，所以你过度集中会有问题。那一般人怎么办？拿3条线，拿笔记下来，你赶快记，赶快记。第1条线，预备金6到12个月的生活费，现金或净现金，放在所有投资之前，没有例外。预备金不是投资报酬率的敌人，是你在股牌倒下时不必贱卖资产的权利。第0章那对夫妻如果有这条线，房子就不用抵押。第2条线，房贷月付金不超过家庭收入的1/3，超过的人，你不是在住房子，房子在住你哦。我再强调，第一个，你预备金必须要6到12个月的生活费。你家如果月生活费是10万块的话，你要准备120万。现金或净现金就是可以马上变换现金的，也许是美金，也许是贵金属。
没有例外。所有投资之前，你不能挪这个东西来做别的投资的，这是你在股牌倒下时不必贱卖资产的权利，要小心。第二个，你的房贷月租金不能超过家庭收入的1/3，超过的人，你不是住房子，房子在住你哦。第3条线，单一资产含自住房占家庭净值的比重，自己设一个上限，然后请你遵守它。上限多少你自己定，但要有，没有上限的集中就是没有刹车的车。讲到这里，在听直播，刚好这几年上车背了30年房贷的各位，先别骂我，我不是说你买错了，自住的房子是生活，不是投资部位。但你每次地震都会很害怕，对吧？但我不害怕。来，所以这2件事情，生活跟投资要分开来算。我要你做只有一件事情，回家打开试算表，做一次家庭压力测试，3个假设情境跑一遍，利率再升一码，家里一份收入中断6个月，长辈突发需要每个月6万的照顾费，3个情境下你的现金流各撑几个月，撑不过6个月的情境，就是你要优先补个洞。这个测试不用钱，只要1个晚上，跟你敢不敢面对一算出来一定很恐怖，但是你就是要算。就跟你的体脂肪比率是一样的。那真相总是伤人，但试算表上面的伤比法拍公告上的伤便宜太多了。这章的结论叫做股牌什么时候倒，没有人知道，我也不知道。说知道人一定在卖课啦，但你站在第几张牌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离股牌远一点，不用预测地震，也能活过地震，好吗？请各位好好照顾自己。谢谢走走跟哇哦这个 Lotus 还有96%外来人口中的杂质送了一个双手爱心，好大动画，我好像第一次看到过。来，我们继续。书生态说线上课程好卖啊，可刷卡会有人买，我就不想要，赚人家钱嘛。你就算就对了，不要说多数人办不到，你就算了之后，你就知道控制自己，好不好？好了，我们再看一看今天的斗内，今天随便定一个小低标准，让大家开心就好。这个 T2TW 说，简单说，烟捐用于长照比例小于6.1%，大家别被骗了，因为我也抽烟。T2TW， 你与其每天跑步跑成这样，你不要抽烟不就行了吗？而且我告诉你，我每次都劝林嘉欣不要再抽烟，戒烟了，然后他也没有听。好，因为他真的抽很凶。那个是什么？加热烟是不是？那应该不是电子烟吧？就是像一根，然后把烟插进去的，那应该是加热烟，对不对？你有没有看过有人抽加热烟抽到要带行动电源去冲加热烟？我没看过啊，我说他说我没看过干好屌哦。入7094说小小支持赞助 ，Carry 7791说想问最近 YT 广告超多的 Coursive 宣传28天学习 AI， 请问朱大有看过可以分享吗？来，简单说重点，他教你 ChatGPT、Midjourney、Cloud、Gemini， 好。他的意思说，28天 AI Challenge 每天大概15分钟，有优点有。我跟你讲，这个我也是问 Grok 回答的，因为我不会去买这个课程的。来，真的很适合完全零基础，需要有人推着每天学一点的人。但你自己没有动机，你多半学不了。他课程拆得很碎，有 gamification 就是游戏化，让你每天打卡，还有内建工具可以直接练习就有问题。它的 Trustpilot 目前有超过14万则评价，平均大概4.6分，算很高了。那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手把手把你当白痴这样子往上拉。很多人觉得有结构，不会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但明显的缺点，内容很基础，那免费你就可以找到更好的教学。而且等等，我跟你讲，他赚什么？赚订阅制。订阅制什么意思呢？广告推的是19.99元4周方案，但是之后就自动续约变成39.99又4周，很多人没注意到就被多扣钱了，你又被他多赚
一个钱呐、然后形象很夸大，什么28天变 AI 高手，什么什么的没有，你没有认真练习，没有认真学，没有用。而那个证书是平台自己发的，不是正式认证。所以你刚网友抖内之后，我看抖多少，干抖330哦，那我多讲一点好了。你需要自律，不想找资源，你可以试用看看，要设日历提醒，在续约前要取消。但你如果已经会一点 ChatGPT 了，或愿意自己搜寻，没必要付钱。那所以要用 AI 技能的话，优先选 ChatGPT 进阶提示词、Midjourney 教学 AI 工作流。其实坦白讲，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工作流，好吧？我在想，我都已经解决了，所以对我来讲，好，这个 Coursive 不是纯诈骗，但是你自己要小心，好吧？那来，我们进到第4章了。上面一章讲的是资产面，你的钱站在哪张股牌上？这一章讲收入面，你的工作站在哪一张股牌上面？先看2个曾经被认为最稳的行业，教育跟服务业。先讲教育，0.695这个数字对教育界来说不是新闻，是裁员时间表，而且这张时间表精确到年，2025年出生的107000个孩子，2028年进幼稚园，2031年进国小，2037年进国中，2043年进大学。每一级的客户数都已经锁死了，一个都不会多。幼稚园先打，然后国小并班，然后私中抢人，最后大学退场。退场条例上路以来，停办的大专院校一所接一所，而这只是前菜，真正的主餐啊，要等2025年这批孩子成年才会上桌啊。在听直播啊，自己或家人在教育体系工作的各位，我讲一句难听但救命的话：教育工作曾经是最稳的铁饭碗，现在是全台湾跳票日期写的最清楚的一张支票。别的行业跳票还要猜，教育业的跳票日期就印在你的出生统计上。如果你在这个体系里面年资还浅，现在就要开始建第2技能。如果你的孩子想要读教育学程，把这个时间表拿给他看。你想要教人，但又没有人可以被你教了。然后是服务业，很多人心里的算盘是少子化嘛，人少了，工作机会就多了，去做服务业总不会饿死吧？错，去年中华民国行政院10月就把这个需求打掉了，叫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拍板，旅宿业开放中阶移工、房务清洁、柜台、餐饮4种职类都开，薪资门槛32000。雇主先帮一个本国劳工加薪2000块，就能聘一个移工，上限是投保人数的1成。有没有觉得很妙？你现在去5星级饭店，妈1楼大厅全部讲的都是有腔调的中文，为什么？今年第1季就要上路喽，讲白了已经在跑啦。官方的说法叫什么？官方的说法是本国劳工优先，先加薪才能聘。事务所本台的老规矩啦，反向解读说，当政策需要强调本国劳工优先的时候，就是本国劳工开始要跟别人排队的时候啦。真的优先的东西不需要立法保证嘛。我不是说开放移工是错的，缺工是真的，饭店1/3的房间养蚊子也是真的。我要你看清楚的是对个人职涯的意义。服务业基层的薪资天花板从此被锁定了，你的薪资谈判对手从2300万台湾人变成整个东南亚劳动市场，甚至将来还包括印度。32000就是新的地板兼天花板，地板是移工的门槛，天花板是你老板的心里的价钱。服务业的怎么办？服务业怎么办？往上爬一层呢？你现在如果还做最基层的服务业，你真的没办法。移工进来了，谁管你移工？谁做跨文化的排班训练沟通？谁做移工做不了的高互动、高信任服务？你觉得移工可以去 concierge 吗？
他可以去礼宾台吗？他不行的，因为你跟他讲的话他听不懂，他跟你讲的话你也听不懂，所以你必须要往上爬。在基层被取代的年代啊，管理被取代者反而更值钱。语言能力、管理能力、跨文化沟通这3样是服务业的救生圈，现在学还来得及。所以你搞不好该去学印尼文或越南文，你搞不好该往上面爬一层。这一章的结论啊，教育业会跳票，日期印在出生统计上面，服务业的天花板写在行政院公文里面，两个都不是秘密，两个都跟大多数从业者假装没看见。收入面的自保跟资产面一样，不是赌它不发生，是确保它发生的时候，你已经站在别的地方了。所以你知道有很多几百家连锁店的那种火锅店，它要么引进全机器人，要么等政府开放移工哦。所以各位，你好好的思考吧。那我们的旅宿业柜台现在就是没有人，有人已经越来越难了。所以怎么办呢？来，接下来要到志愿卡啦。AI 元年有没有 AI 赞、AI 棒、AI 好？但是怎么呢？我本来以为 AI 元年的时候，电机分数会往下掉，结果搞错了，妈，硬体不往下掉，是软体往下降，往下掉了。我们的115学年分发更放榜叠的是资工，台大资工的最低录取分数从240.5积分掉到228.5积分呐。那你看看这是什么死状况？这个状况就表示一口气大减了12积分呐。志愿排序从第4名跌到第11名啊！台大校方自己说，可能是 AI 影响考生选填。电机呢，不但没跌，霸榜。阳明交大电机甲组287积分，比去年还要高。补教业推估有原本可以上台大医科的顶尖考生，转填台大电机。帅吧？那个9NC 说你超喜欢印度菜，对不对？你不用担心了，以后印度菜一定会越来越多。以后你想吃不到印度菜很难，就跟很多喜欢越南菜的人现在觉得，哎，怎么到处都是越南菜了呢？人家进来了嘛，人家进来了嘛。看到没有？软工现在变得非常危险，好吗？电机跟材料霸榜，弃医从电。那正确的事情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查这个传言？就是它跟你以为的可能真的不一样。那好，正确的事实是什么？2件事情都很大条啦。第一件事情，我们现在步入了第一个被 AI 吓到的世代。18岁的孩子填志愿，右脚投票说：“我怕写程式的工作被 AI 吃掉。”我都会写程式啊！你告诉我一个系统需求，我开发给你，中间有任何的问题，我帮你解决。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一个大学刚毕业学生怎么跟我拼？我已经很克制、很收敛了，我没有在街头摆一个算命摊说帮你建立 AI 工作流，我没有啊，因为我没那个时间，而且晒太阳很热。可是我可以做到啊。那一个大学毕业生如果做不到，那要怎么办？L 小戴说，目前才379个赞，有797个线上观众，来，赶快有空，赶快按赞。来，18岁的孩子填志愿，用脚投票说：“我怕写程式的工作被 AI 吃掉。”他们怕的对不对？1半对。AI 确实在吃初阶 coding，
但注意，被吃掉的是只会写扣的人，不是懂系统、懂架构、能指挥 AI 的人。资工没有完蛋，把资工读成打字员才完蛋。来，我帮你解释。人家告诉你说，我的公司有很多的知识库要管理。为什么一个大学毕业生接不了这个案子？是因为他不懂得知识库要分类，知识库要分新闻等级跟常用、长时间可以用的等级。你先把它分类之后，然后固定。譬如说，我随便举例，我现在听到这个需求，我随便想的哦，我听到的需求会告诉你说 ，daily update， 每天 update 一个市场或者科技上的变化，然后再来。每周 update 一个你的旧资料库里面尘封许久的东西，拿来给老板读。你不会猜啊？你不懂系统、不懂架构、不懂指挥 AI 的人，没有办法接这个工作。然后第二件事情更值得警惕啊，弃医从电。全台湾最会考试的脑袋正在集体涌向同一条供应链。电机材料通通是护国神山台积电的上下游。在听直播的各位，这画面你不觉得眼熟吗？上一章我们才讲完，单一资产超过家庭净值一半，你的人生就跟它绑定。现在是整个国家的人才配置压住单一产业，台积电好，全台湾的志愿卡就对。台积电有个万一，这一整个世代的青春要一起重考集中度风险的国家版正在志愿卡上发生那到底怎么选？到底怎么选？不管你是要填志愿的学生，还是想转职的上班族，我不给你10大热门科系那种东西热门榜就是最好的反指标。你今年热门，你毕业之后4年就不热门了，你白痴！以前台湾因为高铁的关系，有一大段时间建筑业吃香，结果等到建筑土木，等他毕业之后，高铁就盖完了，吃个屁香！等你看到榜撕下来榜，然后毕业进入社会的时候，红利早就被前面人吃完了。我给你3把尺，你帮你儿子，或者你是年轻人，你用这3把尺量你的职业，自己量。第一个 AI 替代性判断方法很简单，你的工作内容能不能用文字完整描述？能被完整描述的就能被 AI 学走。按规格书写程式可以被描述，完蛋。跟客户吵出真正的需求，描述不了，安全。动手的现场的高互动的水电维修照护急重症 ，AI 短期碰不到。所以你弃医从电机干，这个真的很笨。现在的 AI 根据我自己的测试，判断症状、判断征兆、解读诊断书已经做得到了。可是问题是，下治疗决定、动手术这个做不到啊。第二轴分母趋势，你服务的人口在变多还是变少？服务小孩的、教育妇幼、卖尿布的，除非是成人纸尿布，那这些小孩的分母在崩溃。上一章讲过，服务老人的、照护医疗辅具在宅服务分母暴增中，这是全台湾唯一客户保证变多的市场。同样的努力，顺着分母做跟逆着分母做，10年之后会2个世界。而且这个分母一定是越变越少，另外一边是越变越多。第3轴可惜性，你的技能离开现在的公司、产业，甚至国家还值不值钱？证照型、手艺型、语言型技能可惜 portable，
只有我们公司这套系统我熟，不可惜。世道越乱，可惜性越值钱，它就是职涯版的预备金。3轴都量完，你会发现一个反直觉的结论：未来10年最稳的，不是最聪明人现在在抢的那个赛道啦，是没有人排队，但3轴全过的位置。顶尖的孩子都去挤电机的，很好。那水电师傅呢？治安人员呢？长照管理呢？精神科与复健、设备维修，这些3个判准全绿的位置，留给看得懂这一集的人，好吗？而且台大资工接下来可能还会再跌，妈看好惨哦！怎么忽然之间变成炸子鸡，然后就被 AI 给取代掉了嘞？干，可怜。纠劝说再不用 AI 的人准备出局啊！我没有要塑造这种恐惧啦，但我的意思就是，哎，算了。Carry 7791，我刚帮你解释完这个 AI 学习哦，你自己知道哦，我当顾问现在330就可以了，真是变成一个低价门票，烧 token 而已。来 ，Kevin 1.618说，很多项目都不是长照开头，但都是长照基础建设，都是由烟捐，所以战后婴儿潮会感见酗酒的这些老烟枪。所以我都说那个林嘉欣对这个社会的贡献很大呀。谢明峰说，跟上韭菜已经在出生当下就定好了，等大学毕业就开始割上第一波牛马人生。威尼斯2025说，台湾遇到 AI 红利，正常有机会救命，可惜遇到莱尔校长都只想选举。台湾现在已经弱相残，富人可以自费享受好的医疗，减少卧床长照的时间，一般民众只能用治不好又死不了的健保医疗，不健康的卧床时间可以长达7、8年，都长褥疮了，好不好？长褥疮之后很难治好啊！哎，请一个外籍宽富，医药费也要花300到400万，在他走之前就要花这么多钱，他也没办法留什么遗产给你，大概都花光。加上少子化，一个中壮年可能要养2到4个老人家。我在相关医疗产业，长照悲歌只会越来越多。有钱的人不用死，没钱的人死不起，就这么简单啦。那行内人都知道，哎，说老实话，你要问长照，可以去问那个超哥啊，超哥是做长照的。你都忘了吧？你都以为他是一个超级导电王，不是？他其实做长照的。Mr. 阿卡塞是说，迟到抱歉，先小抖个目标，从头看节目中支持九哥使用阿萨布鲁道具担任阿鲁巴猪大活动，请各位网友别吝啬按赞，手机热推，有余力的网友们烦请点选置顶连结，移驾至阿莱福利社选购精选商品。哎，对，我们置顶连结有很多产品是让你在战争之中可以煮又香又美味又好吃的罐头，跟让你家的电力可以持久比较多。有固态科的那个行动电源，然后有星星的那个罐头偷假。来第6章要进巷战，超哥不是采购主管啊，超哥自己家真正的那个家底是长照产业。来，各位，这一章要讲镇上的避难所了啊！各位，一个经济感觉赖校长要焦土作战，要拖垮习近平呐、啊！你搞成这样子，他台湾怎么接手啊？干！我不是说这个超哥刘冠超现在的工作就是打炮啦，我说的是那个超派人生的超哥啦。
你们搞错了，那个超哥啦，超派人生的超哥，他家开养老院。来，我们讲巷战啊。好，这一章呢，我们要讲的是嘴上不说，心里都在想那件事情。如果真的打起来，或者更可能的被封锁，一般人怎么办？我先讲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的变化。之前我们即使做直播，很多人没听到。汉光42号演习，事务所前阵子做2集，看过的同学知道我的评价，我就不多说了。但演习内容有一条值得所有人注意。多方报道指出，国军已经把留置作战纳入教案，就是部队不再假设把敌人挡在滩岸，而是预设敌军已经上路之后，要在城镇里面继续打。翻成白话，你家的巷子在军方的作战想定里面已经是潜在战场的，军方都做最坏打算了，凭什么不做？但注意这个但是做准备不等于挖地堡囤10年罐头，那是美国末日 prepper 的玩法，不是台湾一般家庭的玩法。我们照几率牌、照成本牌一项一项来。我跟你讲，之前我有一个朋友说他认识一个朋友，他真的就是 prepper 啊，干他住山上吗？搬那种超大的冰箱去，然后自己准备粮食。但是在台湾呢？ Prepper 再怎么强，挡不住青鸟。他说他不敢出来说他在为了战争做准备，因为怕青鸟定他。所以啊，再怎么样的 Prepper 在台湾不能拥枪，你就抵不过青鸟的网络洗版。来，军方都做最坏打算，你凭什么不做？所以第一项，我们今晚唯一要你出门的作业。你等下有空，或是明天都好，去查防空避难设施。全台湾列管的避难设施有几万处，但是大部分是吹出来的啊。警政署系统查得到，很多建筑物门口有标示牌，听起来很安心，对不对？谢谢阿文斗内的芒果刨冰。来，最近有人实地去测了台北市区的列管避难设施，结果门是锁的，进不去。他门口贴的是避难设施，但那个门不开呀，靠北！我以前住的地方就有啊，那个地下室是避难设施，但它门是那个感应门呐、啊，你没有遥控器，没有他妈进不去呀、啊，那你怎么躲？你怎么躲？清单上有不代表门是开的。标示牌挂着，不代表里面能待人，这就是本集反复讲的，支票开的兑现是另外一回事嘛。所以你的作业啊，打开系统，找出离你家最近的3处避难设施，然后用走的亲自走一趟，看门锁没锁，数走路要几分钟，锁着的打1999，或者找里长。登记反应，记下日期，顺便看一眼你家附近那些豪宅的地下停车场，很多也在列管清单上。你猜猜看，真的有事的时候，警卫会不会帮你开门呐、你他妈什么台北之星呐、什么张惠妹住的地方啦，什么那个林佳龙不是林佳龙，那个林干忘了，好。就是总之有一些明星住的地方，你根本进不去，好不好？你根本进不去。在听直播，住家楼下就有地下室的各位，你比较幸运，但一样要确认门禁怎么开，里面有没有堆满杂物，避难设施塞满机车跟纸箱，跟锁门是同一件事情哦。第二项，各位，水粮药，国际民防的通用基准，饮用水每人每天要准备3公升啊，食物跟水至少要准备7天，也就是一个人要准备21公升的食用水，听起来很多，对不对？教你一个零成本的方法，叫做轮替存粮。不要买末日罐头，把你家本来就会吃的耐储食品，米面、罐头、泡面，多买2个星期的量，吃旧的补新的，永远有存量，永远不过期，多花的钱趋近于零。
我跟你讲，我家就是我家现在固定有菜心、面筋、肉酱，然后还有置顶的那个新兴食品的羊肉炉啦，然后麻辣烫啦、牛肉罐头啦，都这样。然后我一边吃一边买，一边吃一边买，就这样的绕着环状的状况，这样子绕转，有点新鲜呐、啊。而且那个羊肉炉可以放3年呢，靠背嘞，放3年呐、啊。那你怎么会放到过期呢？然后麻辣烫可以放1年半啊，18个月。什么罐头吃多了不只是三高，你娘嘞妈！你被包围，到时候是没东西吃，你只能吃自己的手了之后，你现在在乎三高哦？你不会多加一点蔬菜吗？你不会多配一点饭吗？你不会多兑一点水吗？我煮我们的那个星星羊肉炉的时候，都是放大白菜进去跟着一起兑，我连水都不加，全部都是自然的蔬菜，然后再加青江菜，再加地瓜叶，什么东西加满满。还担心三高嘞，切！好，对啊，还有蜂蜜，我家随时常备3罐以上的蜂蜜，因为紧急时刻你要做蜂蜜柠檬水。最近我觉得经常有一种中暑感觉，我就喝蜂蜜柠檬水。置顶的那个丰裕蜂蜜也有，你也去买，然后也可以让你平常的时候，你像 Kimi Wu 讲说支持一下老朱，昨天补课还没补完，也请他帮忙按赞。带货的蜂蜜配吐司或松饼真的好吃，大家赶快买起来。喝醉隔天早上调个蜂蜜水可以解酒哦。另外想问一下老朱，有没有想变成台湾的罗胖？贩卖知识稀缺的恐惧，可是一门好生意啊！从一个讲历史到麦克发大财，我没有要发大财，但我觉得我已经快要 qualify 到可以讲课了。可是要不要卖课本身，我有一点质疑，因为我总觉得知识应该免费的啊。我们如果要救民于水火之中，我们应该要免费把这些课程提供给别人。有一些网友抖内那就好了，但算了，不多说。至少目前这一集大家看的状况还好。我不想要让大家恐惧，可是我想要救人。Sakura， 谢谢你的抖内。Kevin 1.618，长照未来不是照护，是资产整合。来，所以你家本来就会吃的耐储食品，请你定一个 turnaround rate， 就是跟翻桌率一样，叫轮替存粮。米面、罐头、泡面多买2个星期的量，吃旧的补新的，永远有存量。我跟你讲，我家还有那个压缩饼干，干我买了再有5年份啦，堆着，有一天我会吃完，好不好？来。吃旧的补新的，永远有存量，永远不过期。我家大概可以光靠那个饼干可以活3个月吧，只是会有便秘的问题。对啊，只是不死的话，吃压缩饼干就好，就便秘呀、啊。但你也没吃那么多，拉不出屎来嘛，没有办法、啊。突破说桃园大园区只有4处，容量只有2200人，超少额度。没关系，你叫那个你在桃园大园区呢，你就跟着那边的外劳走越南的人造走廊出去，好不好？就不用担心了。所以就这样子吧。来，我们要讲药哦，药要注意啊！干，今天讲一讲妈，快2小时了，我靠背。我以为今天是短时间内容哎。好，药分2层，第一层是不可替代的。你若有慢性病，你要备14天，这一条是人命，你请注意，你随时要备14天。每次你的药快要用完了，最后10天或者4天，你就要去请那个
处方，请你的医师帮你开处方签，因为封锁情境下，医疗系统会优先收治伤患，慢性病人领药会变得很艰难，你要么把自己慢性病治好，要么去领药。先领药，你先跟医师讨论处方怎么调配。第二层呢，可替代的常备药，镇热解痛，不，解热镇痛。肠胃药、优碘、纱布、生理食盐水、体温计、个人过敏药都要。我要更正一个网络上流传很广的误解，有很多人搞错了。搞错什么东西呢？优碘不是碘片，优碘是擦烧口消毒用的。核灾时吃的碘片是碘化钾，功能是让甲状腺先吃饱正常的碘，不会吸收放射性碘，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啊！优碘喝下去会中毒，不要搞混。也提醒你爸妈不要搞混。但是我在台北监狱所学到一个东西，他说他们在这个外面上特种部队的求生过程的时候，就是你那个河里面捞出来一堆水，很脏，对不对？但没关系，先静置1天，然后再滴一滴优碘下去。可以把里面所有的微生物跟要命的东西杀光光，可是水就不好喝。那不要挑剔，好吧？第3项钱，这里有一个反直觉的重点，很多人问我要不要买实体黄金避难，我的答案是黄金有用，但有用的时机跟你想的不一样。断电断网的第1周，你拿一条金块出门买不到一箱水，没有人找得开啊，没有人验了真假。历史上黄金真正发挥作用的场景，是你逃出这个地方，或是这个地方被占领军占领之后，你如何重建人生？它是你战后的资产保全，不是暂时的购物工具。暂时真正的硬通货是什么？小面额现金，或者甚至上海那个时候被封城之后啊，硬货币是什么？几个东西啦，威士忌、烈酒、跟可乐、跟烟。所以这个刘冠超那个时候是跑去囤了一堆牛肉，但是我跟你讲，我的朋友在上海啊，那个白领住公寓。妈晚上偷偷跑去打炮，都是拿那个硬货币啊！我给你几罐可乐啊，我给你1瓶威士忌呀，我给你几包烟什么东西的。所以，贝尔乌萨是说，我记得水有专门的消毒片是有，但是很多时候你不会随身带消毒片嘛。那你碘酒是一个旧伤包就有的，所以可以点进去。好，所以我赶快讲，小面额现金是在暂时的硬通货，停电那一刻呢，刷卡金跟行动支付。同时死亡，1000元大钞没人找得开，100元钞跟铜板才是那一周的硬通货。家里放一包小钞，成本是0利息，换到的是最坏那一周的交易能力，等价交换，划算到不行。第4项，通讯。断网的时候呢，资讯比食物先断，优先顺序记好。收音机第1，对讲机第2，一台手摇或电池收音机让你收得到官方广播。断网时，谣言就是瘟疫，收音机是疫苗，行有余力再买免执照的 FRS 对讲机，但是要把期望值调对。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本来想要带这个货，但是后来呢，我发现收不太到讯息，这个就这个就比较麻烦了，我要想办法改变它的问题。来，实际有效距离啊是几百公尺到1-2公里，包装上写10公里，那是行销话术啊。遇到大楼遮蔽，直接腰斩。它的用途是同一个社区里家人之间约定时段点对点联络，不是让你打给外县市的亲戚。还有个零成本的，现在就跟家人约好，断讯时的集合点已经指信收音机里的官方频道这条家规。最后巷战情境啊，这一段我不开玩笑，讲3条就好，都是各国民防手册的通则。我没有要你驱逐中华民国国军啊。那什么呢？第一个，如果巷战发生，请你待在低楼层。
谢谢 Claire Lu 送出了烟火。第一个，待在低楼层建筑物内侧，社区把你围起来，你待在里面安全，远离窗户跟外墙的房间，听到枪炮声不围观、不录影、不外出，跟着官方疏散的方向走。不自己开车乱跑，堵死道路，就这3条，记住了，交给家人。这一章的结论是，所有这些准备加起来花不到1万块，占用不到一个柜子，它们共同的功能只有一个，在系统失灵的头7天，让你家不用跟任何人家抢才是封锁时期最大的风险。准备的越多，抢的人越少，你做的准备，同时也是你邻居的安全啊。好了，这一章结论了，我可以在2小时之内做完。来收尾，今天讲那么多，把它浓缩成一个概念，你只要带走这个概念，这2小时就值了。这个概念叫做焦虑预算，每个人焦虑都是有限的资源，然后每一个人资源呢，都必须要分配，跟钱一样。台湾人现在的焦虑啊，配置错的离谱，什么意思呢？等等，叫错了。配置错的离谱啊！两岸会不会打？谁会当选？美国挺不挺我们？然后呢，剩下10%才分给真正可控的事情。你不可控的事情就不要担心。在听直播的各位，昨天还在问政治新闻血压飙高的各位，我问你，你问那则新闻焦虑了一整天，你家的预备金多了1块钱吗？你家最近的避难设施你知道在哪吗？没有，就这样，焦虑烧掉了，什么都没留下。所以今天这集的真正目的，第一个要感谢那位委托我的这个网友 Jackie， 你讲的虽然很模糊，但我很努力的把它整理出来了。所以今天这集的真正目的不是消除你的焦虑，我做不到，而且说能做到的人在骗你。我要做的是重新分配，把焦虑从不可控的搬到可控的。焦虑总量不变，但配置对了，焦虑会变成行动，行动会变成底气，人就安得下来。12张卡最后一次点名，人口跳票卡，别指望系统算自己的退休缺口。食安卡学会查下架名单，看懂检验单位。财政卡每一个补贴找出谁买单。医疗量能卡保单理赔的是钱，买不到不存在的病床。现在的问题是，已经病床不存在了，基础健康才是最好的保单。长照突发卡、看护申请流程跟喘息服务，平时查好一次。房市卡月付金1/3线。股市卡集中度上限，预备金优先。志愿卡3轴量科系，别看热门榜。转职卡第2技能加顺着分母选赛道。避难卡今晚就查，这礼拜就走一趟。物资卡轮替存粮，水粮药现金1个柜子。通讯卡收音机家庭集合点只信官方频道，到时候官方就算都逃光了，还有剩下来人就不会急着骗你的。最后提醒一个讯号判读，接下来几年在台湾你会越来越常听到官方说这几句话，制度绝对不会倒，政府一定会照顾大家，请民众放心。以本台的老习惯，你就知道，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制度会有问题，就是开始动摇的。一个制度如果健康，不需要信心喊话，银行不需要在门口贴我们真的有钱。所以下次听到请放心3个字，不要生气，不要恐慌，把它当成闹钟，这个闹钟响，末日闹钟已经响，去检查你的那10张卡片哪一张还没动工。每一张卡的共同精神就是本频道讲了100遍的3句话：真相总是伤人，国家的支票会跳票，没有人会提前通知你，科学终将胜利，证据等级不会因为广告预算而改变。睡眠永远比保健食品有效哦，分母永远比百分比诚实哦。
等价交换是安全感，不是免费的。它的价格是一个柜子的空间，几千块的现金，一个下午的走路，跟你愿意直视现实的那一点点勇气，去面对它，去检查它，不要以为永远都会有人救你。那我们这样讲，我故事一开场的那对夫妻，现在还在努力。他们会撑过去的，不是因为我祝福他们，是因为他们已经做了所有该做的事情，只是晚了一步而已。而你在听直播的各位，你还没有接到那通电话，你比他们多的就是做这一步的时间。现在先帮你准备，国家不替你备份，备份是你自己的工作，你今晚就在开始。各位赶快按赞，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内容，目前465个赞，各位记得多按赞啊！过500会有更多人听到这一集免费的知识。谢谢 L 小戴的抖内。那这个 Kaiser 一样说，朱大神问敬佩你的知识免费的原则，觉得人间还是有聪明的好人。你不要这样讲啊！我很穷的时候我也会卖啊，而且我想要出书的时候各位要买啊！妈，1000多页书到底要卖多少钱啊？靠腰嘞，已经比魔戒还要多字了然后已经比蔡正元书还要多字了，靠腰要怎么办啦？来，谢谢什么瓜抖内的50元。哎，今天的东西对对岸网友也有效哦。那还是再强调一下，刚刚说想要在 B 站合作的网友呢，可以在 B 站合作啊，没有问题。但他贴文没有贴完，请你看一下你的个人。所以各位啦，你也不要担心，我跟你讲，政府逃亡轮不到你啦，你他妈还根据人家去抢撤侨，你有日本护照吗？你有美国护照吗？有再来想好吧，其他不用想啊，轮不到你好吗？轮不到你。哦，民进党逃不逃得掉跟你无关，你不要替他想，你他妈要替自己想。真正打仗的时候，不要出门去抢拍上网。你如果将来开放新店，务必要买一个新店，让你可以继续看到国际间的真实消息。但一切都是为了自保，不要想别人，好不好？来，各位。今天的我的那个抖内的狗皮膏药都贴出来啦，请各位有机会的多按赞，然后多抖内，然后我们接下来看投票啦。如果觉得今天的内容好，脚本写得好的话，请各位选1；如果觉得今天的内容脚本写得好，但讲得不好，请选2。昨天 L 小戴就说太硬了，他昨天听得很累，所以他选2。那如果你觉得内容跟讲的都不好的话，请选3。好不好？来，这个什么什么话，谢谢你的抖内。什么？通北街黑市交流协会说出大要成为 B 站100大 UP 主了吗？没有，林嘉欣又跑去海巴去了。不要，赶快滚！我直播做完了，啰嗦。好啦，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啦，谢谢，谢谢大家，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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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